嗨，你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我在平时挑选牛仔裤的时候，我会看的一些地方。那么我平时在看牛仔裤的时候，我第一点我会看的就是它的材质。其实像牛仔裤的材质，无论是你在网上购物，还是你在线下购物，就是去店里面，其实都是一定要看这个材质。就比如说你在网上购物的时候，旁边不是都会有它的一个材质的比例嘛？然后你线下购物的话，你可以把它的水洗标翻出来看。一般普通的牛仔裤它主要的成分就是棉，那么大部分的牛仔裤呢，就是我在挑选除了紧身牛仔裤以外的一些牛仔裤的时候，我都是基本上只会买100%的棉的一个牛仔裤的，因为一旦它加入了其他的一些材质，例如说弹性纤维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部分，它其实都是达到一个让这条牛仔裤更加有弹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那么一条牛仔裤它更加有弹性，肯定是更好的，就是你不会说卡裆啊，或者说你行动起来不方便不灵活。但是我觉得一般牛仔裤加入弹性纤维最致命的一点就是它失去了它的一个版型，因为一条牛仔裤它最好的部分就是它因为有足够的硬挺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穿在身上的时候它是可以优化我们的腿型的，让我们的腿就是看上去更直嘛，就是可以根据那个牛仔裤它当时设计的时候那个版型走，让我们的腿看上去更直或者更细。但是一旦它加入了弹性纤维，这条牛仔裤就很容易被破坏掉，因为它一旦有弹性，然后你穿在身上的时候，比如说稍微的有一点点比如说你的腿稍微有点弯呀，然后它其实那条牛仔裤它就会跟着你的那个腿就走了，然后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效果。那穿牛仔裤有什么作用呢？这是我自己在选牛仔裤的时候看的一个地方。就是第一点，除了紧身牛仔裤以外的牛仔裤版型，我基本上都会选择100%的一个棉的这样的一个材质。那么第二个部分我会看的一点就是它的一个厚度和牛仔裤它本身材质的一个硬度。那么关于这方面呢，其实我们就不能从材质本身来看了，因为它是有根据比如说棉花的一个质量呀，或者说棉花它本身的比如说有不同的棉嘛，这个部分我就不是很了解了，它才能够有比如说比较硬挺呀或者厚度这方面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话呢，我们其实不能够非常的去看它究竟是怎么棉，然后要去查到说那个棉花的产地什么的都不太可能嘛。那么我在判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收到牛仔裤之后，我会自己去摸，然后大概的去感受一下它的厚度和硬度，其实基本上是可以大致的了解一下。那么我在这里就跟大家举2个例子，然后第一个例子呢，就比如说是像这一条，其实它也是一条黑色的紧身牛仔裤嘛，它就是属于偏薄然后偏软的那种类型。因为这条牛仔裤它是属于加入了弹性纤维的，所以它也偏向于比较软。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属于一个比较薄的材质，所以你在这里看的时候，你都可以感受到它是有一定的光泽度的。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穿在身上的时候它比较软，就偏向于有点像穿那种棉质的裤子，而不是在穿一条牛仔裤。但是像这一条它其实也是一条紧身的黑色牛仔裤嘛，大家在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的光泽就没有那么强，而且它比较硬。就比如说我在拿它的时候，你其实应该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它偏向于材质比较厚和比较硬。这样我们穿在身上的时候，它基本上是可以有一个自己的版型的，而不会就是会很轻易的跟着我们的腿走，而且也相对而言会比较有牛仔裤可以带来给我们的那种质感。那么我刚刚给大家举的一个例子是属于这种紧身的牛仔裤嘛，因为它本身就加入了一些弹性纤维，所以它肯定是稍微有那种一定的弹性的，然后比较软。但是我在这里再给大家分享2条像这种直筒的牛仔裤，然后它的版型是要求比较硬挺的。就比如说这一条，它就是属于我所有的这种直筒牛仔裤里面偏向于比较软的一条，然后材质比较薄的。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它整个你拿在手上，它就是属于那种比较薄的一个材质。那么它所带来的第一个缺点就是它比较容易变形，就是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它膝盖的部分。其实这条牛仔裤我穿了大概也只有2-3次左右的时间，就其实不是穿的非常久，但它都已经开始出现这种非常严重的一个膝盖的变形了。就大家可以看到侧面这里就已经真的非常严重了。所以这是这种没有那么厚或者说没有那么硬挺材质所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点。那么像我的这条牛仔裤呢，就是属于我在我所有的牛仔裤里面挑
挑出来的偏向于比较硬挺的一个材质。其实你拿在手上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快的感觉到它整个的这个材质是比较硬，然后不会有那种很软，然后很容易变形的感觉。特别是你在穿直筒牛仔裤的时候，它偏向于只是说比你的腿稍微松那么一点点嘛。像那种牛仔裤的话，一旦它的那个材质稍微一软，它其实就完完全全的失去了那种直筒的牛仔裤可以给我们带来的那种优点了。比如说可以修饰我们的腿型，因为它一软了之后，你稍微走走路啊，然后动起来了之后，那个裤子它其实就跟着你的腿型走了嘛，其实它就完全就是丧失掉了改善我们腿型的一个优点了。那么这是我平时在看这种类型的牛仔裤的时候会看的第二个点。但是也不是说一定所有的牛仔裤你都是要选择那种非常硬挺然后比较厚的一个材质，因为像那种比较硬挺比较厚的材质，你在穿着的过程中你的变化性是很低的，基本上就是你买下来，比如说它是一个非常细非常直筒的牛仔裤的话，你穿上就是那个感觉了。但是有时候我们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会想要卷边呀，或者把它塞进一个靴子里面嘛，那么我们是会需要那条牛仔裤的材质稍微偏软一点，这样它就不会像那个塞进那个靴子里面的时候，它就会鼓一个包在那儿，就会特别丑。那么像那种类型的牛仔裤的话呢，我就会选的稍微软一点，这就是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不同的牛仔裤的这种软硬程度，来达到你在穿着的时候会比较灵活。那么关于这一点，其实它就有一点点联系到了牛仔裤的一个长度，所以我就在这里先和大家分享一下你在选择牛仔裤的长度的时候如何去选择。就比如说你在选一条直筒的牛仔裤，那么你想搭配的是春夏天的时候搭配那种小白鞋单鞋，那么秋冬的时候搭配踝靴，你不是希望它去卷边呀，然后或者说塞在靴子里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去买9分裤的，这样你露出脚踝的那个部分也是就是会显得你自己的腿比较细嘛，而且你在穿踝靴的时候，踝靴那个细的部分也不会因为牛仔裤太长而把你踝靴的那个细的地方挡住，所以这个长度就是你自己在选的时候，你在买的时候你就要定下来的。但是如果说你在选一条那种比较长版的牛仔裤，它是全长的，你就可能是需要你在夏天的时候你穿，比如说想露脚踝的话，你可以想要把它卷起来，那么你在冬天搭靴子的时候你是也可以卷起来，或者说塞进靴子里的话，我建议大家买的那种材质就是稍微偏软那么一点点的，就是比较好，因为你塞进去的时候它不会鼓包，而且你选择这样的一个长度的一个牛仔裤的时候，你的变化性就会非常强，就不会像你选个9分的牛仔裤，你就不能够达到说把它塞进靴子里的那种比较像工装裤的一个感觉嘛。所以我平时在选那种直筒的牛仔裤，然后它比较大比较宽，有点偏向于 boyfriend 风的那种牛仔裤的时候呢，我就会选稍微软一点的，这样我在秋冬天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塞进靴子里，然后达到一个比较流畅的一个线条。还有一点就是在网购的时候，你选择长度，就是大家一定要量好自己的一个腿内长度。其实腿内长度呢，就是说你的那个裆，然后到你的那个腿的那个长度的，就大概可以自己随便量一次，然后记在手机里，我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然后我在买的时候，其实所有的电商他们都会给你写你买的那条牛仔裤它的腿内长度的，这样你就可以大概的估算一下那条牛仔裤穿在你的腿上是一个9分的长度啊，还是全长，还是特别特别长的那种，这样你就自己在买的时候其实灵活性会非常强，然后你买回来也不容易出错。然后接下来就是关于牛仔裤的尺寸的一个选择。其实关于尺寸的选择的话呢，我其实只会看2个地方了，就是主要是我的臀围和腰围嘛，就是你穿上这条牛仔裤的时候，它究竟有没有合你的腰围或者合你的臀围。那么一条最适合我们的牛仔裤肯定都是这2个部分都要非常合适的。但是呢，其实因为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一个身材的一个曲线，一条牛仔裤也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一个身材曲线。那么当你不能够同时满足这2点的时候，我通常都是会优先和我的臀围的尺寸的。就是比如说我平时在穿牛仔裤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25码的牛仔裤，或者说26码的牛仔裤嘛。那么我在试的时候呢，比如说我在选了一条牛仔裤然后是25码那么25码呢，它就是比如说它的腰围是合适的，但是臀围有点紧。那么26码呢，又是臀围合适的，但是腰又有点松的话呢，我是会选择26码的牛仔裤的。因为我们在选择尺码的时候嘛，如果一旦臀围不合适，你穿上比如说它有点太小，然后就会把你的屁股压扁，你整个屁股的那个臀型就会完完全全的变得非常丑。然后或者说它有点太大的话呢，那个地方就会有点掉嘛，其实它就是会显得你的屁股就是臀型整个都就是完全都会变得非常不好。所以我在选的时候一定是要臀围刚好合适的，腰围可能说有一点点松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用皮带
再去改善。所以这是我在挑选尺寸的时候会看的一些部分。那么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点是我自己发现的，就是其实牛仔裤本身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腿看上去更长，我们的腿的比例看上去更好。它可能是根据它的一些设计的一些小的点来达到一个让我们的腿看上去更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而且不仅仅是就是它的高腰的部分，就是它的腰的那个部分。在这里先提一下，就是这种中腰、高腰、低腰的这3个部分吧。其实这也是大家会看的一个点嘛。其实我觉得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属于这种高腰裤。但是我觉得很多朋友都陷入一个误区，就是觉得高腰裤一定就是会显得我们的腿比较长的。它其实是会显得我们的腿比较长，因为你的腰线提高了，大家会觉得说你的那个腿就是从你的那个腰线开始的嘛。但是其实每个人都不傻，他其实是可以看到你的那个裆位的，就是你的那个中间的那个地方在哪里，你抬得再高他其实都知道。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在就是想要利用牛仔裤来达到一个，或者说任何类型的裤子来达到一个让我们自己腿变长的一个部分的，它其实都不是一个根治或者说主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拉长我们的小腿的比例。我们在小腿比大腿比的时候，如果你小腿偏长一点，或者你的小腿比例比较好的话，其实你的整个人就会看上去非常高。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一个1.6米的人，然后对比一个1.7米的人，他可能在照片的部分会显得比较高，就是因为他的大腿比小腿比的话，他的小腿会偏长一点，然后偏细长，整个人就会在属于这种照片或者视频里面看上去高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在穿裤子或者穿裙子或者下装任何的搭配的时候，如果你的小腿比没有那么好的话，都一定要拉长你自己的小腿，你才能够从根本上让你自己显高。所以我们平时在挑选牛仔裤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根据一些小的地方让我们的腿看上去比较长的。然后第一点就是利用我们膝盖部分的破洞，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牛仔裤它都会在膝盖的部分设计一个破洞嘛。那么这个部分我其实也是在我的第一支更高更瘦的视频里面和大家分享过的，就是如果你在挑选这种有膝盖部分有破洞的那种裤子的时候，你穿上一定那个破洞最好是要在你的膝盖上方的，正前方都还 OK， 但一旦它在你的膝盖以下，就千万不要买，因为真的就是会显得你的小腿更矮，然后更短，就会显得你的人特别奇怪，然后比例非常不好。因为那个破洞的位置它就代表了是我们膝盖的位置，就我们在视觉上一个人在看你的整个穿牛仔裤的时候，他潜意识里面就会觉得那个破洞的位置是你的膝盖部分的位置。那么一旦在高于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小腿就被拉长了嘛，你整个人就会显得比例非常的好。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呢，就其实是存在于像那种喇叭型的牛仔裤的，比如说它不管是微喇叭还是大喇叭，我通常在选择这种喇叭型的牛仔裤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它喇叭开始的位置，就不管是它是那种靴型的喇叭裤，还是属于那种超级大的喇叭裤了，就它都是属于这样下来嘛，然后有点这样往外延伸的那种喇叭的效果。那么它刚刚开始往外面斜的那个部分，就是代表的是你的一个膝盖的位置。如果你穿上的时候，它喇叭开始的位置是高于你的膝盖的话，这个时候你小腿就被拉长了，因为你膝盖的位置被抬高了，也是一个能够利用牛仔裤来改善你自己就是那个腿的比例的一个方法。所以这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部分。那么我在下一支视频里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牛仔裤的合集，然后我自己所拥有的非常喜欢的牛仔裤和不同的牛仔裤的版型，我更会看的一些更细致的部分。大概这就是我这一次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我会看的地方了。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吧，拜拜。